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回到了小学的美术课上，漂亮的女老师给同学们一人发了一张白纸，请大家在这张纸上画一架飞机。那么你要怎么画？一般来说，这个时候我们的脑海里自然而然就会描绘出一个机身、两片机翼、一对水平尾翼，再加上一个或两个垂直尾翼，最后再画上一个驾驶舱，补充一些小细节，一架漂亮的小飞机就跃然纸上了。不过，许多航空业界的先驱者可不这么想。以我们刚才画飞机的标准来判断，他们设计制造的飞机，有的是少了一些关键部件，有的则是多了许多奇怪的东西。但问题是，这些奇形怪状的飞机中还真的能飞。因此，我们选取了一些航空史上特别奇怪的飞机。这些飞机里，有的没有机身，有的没有机翼，有的胖如飞盘，有的却细得像根牙签。不过由于篇幅限制，我们选取的飞机基本上只限于战后的美军飞机，并且至少都要有可以飞行的原型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那些美国空军的奇葩飞机们。作为开胃小菜，我们先来看一种比较不奇怪的奇怪飞机，那就是飞翼飞机，也可以直接叫它飞翼。说它不奇怪，是因为飞翼是最初的几种非常规构型的飞机之一。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有人进行过飞翼的设计。而且近些年来，由于隐身轰炸机和侦察无人机的大热，飞翼式虽然仍然不是主流，但它们已经变得比较常见了。从定义上来说，完美的飞翼既没有机身，也没有尾翼。整个飞机的所有结构都位于主翼内，这样别扭的设计能够跨越1个多世纪，仍然受到的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从理论上来说，它的空气动力效率是最高的。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说，飞机的机翼是升力的主要来源，而升力和重力在垂直方向上的合力决定了飞机到底是上升还是下降。那么，在给定的机身大小下，要想让一架飞机的升力最大，最简单粗暴且直接的办法就是增加机翼的面积占比，而飞翼恰恰是这一极端思想的产物。理想的飞翼，整个飞机全是机翼，就能够最大化的增加升力，减轻重量，并提高燃油效率。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的航空先驱致力于探索飞翼布局的可能性，而美国这边的代表就是美国航空史上最有名的飞翼爱好者，传奇工程师诺斯洛普公司的创始人杰克·诺斯洛普。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航空业还是一片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景象的时候，刚刚在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崭露头角的诺斯洛普就开始在私下里设计飞翼飞机，终于在1929年完成了飞翼试验机 XR-16H。 不过大家也能看出来，这架飞机并不能算是真正的飞翼机，它的尾部还连着2个方向舵，方向舵之间又夹了一个平尾，用来提供更好的操控性。XR-16H 首飞后不久，受到大萧条的影响，杰克·诺斯洛普被迫将公司出售，他追逐的步伐也暂时停了下来。直到1940年，才在 XR-16H 的基础上继续开发下一代的飞翼机。在此之后，诺斯洛普又相继推出了 N1M、N9M 这些小尺寸的验证机。1941年开始，又为美国陆军航空队开发了 YB35 以及喷气式的 YB49。以 YB35 为例，它由4台普惠黄蜂发动机驱动，两侧的机翼上各有3个隐藏式弹舱，可以携带23吨的炸弹，最大起飞重量高达94吨，最大飞行距离达到了12000公里，完全满足轰炸柏林再飞回来的要求。但大家也发现了，这些飞机都只是停留在试验级阶段，压根就没有进入实战，而喷气式的 YB49 也没能竞争过康威尔的 B36， 遗憾退场。如果不考虑其中的一些政治因素和决策者幕后的交易问题，美国空军没有选择 YB49， 而是选择 B36 的原因也不难理解。飞翼在当时并不是不可替代的，而普通的飞机设计那么多副翼和控制面是有原因的。在航电设备不发达、没有飞行电脑和电传飞控的时期，不论是缺乏稳定面和控制面的飞翼，还是进步稳定构型的其他飞机，都十分的难以控制。飞翼设计就是这样，标准的飞翼缺乏垂直稳定面，在俯仰和偏航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另外就是，如果要塞下足够多的机内设备，飞机正面的截面积也会增加，这就额外引入了阻力。因此，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看到真正完全干净的飞翼布局的。
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曾经设计的 A-12攻击机可能算是比较干净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飞机都需要额外安放一些设备，还要为飞行员留出驾驶舱，甚至是设计一些小型的尾翼，用来帮助飞机保持飞行的稳定性。因此，这些不利因素极大抵消了飞翼的空气动力学优势。但现代军用飞机看重飞翼设计的原因，其实和飞行效率无关。更重要的是，飞翼机天生具有雷达反射面积小的特点。如果在飞翼机身的基础上加以设计，再加上锡箔涂料等，就能够实现对雷达探测的隐形。因此，随着航空工业迈入现代化，电传飞控、飞行电脑的出现，以及航空发动机领域的不断进步，杰克诺斯洛普的飞翼梦想最终在 B-2 幽灵轰炸机上实现了。虽然最大速度只有 0.95 马赫，但由于飞翼设计的高空气动力学效率，它能够飞越1万多公里，向目标上空投下多达20吨的炸弹。再加上特制的锡箔涂层和机体设计，使得 B-2 的雷达反射截面只有 0.1 平方米，与天空中的飞鸟差不多。大家从图片上可以看出，比起前一代的隐身轰炸机 F-117 来说， B-2 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几乎消灭了所有的平面。这就要引入另一个奇怪飞机了，那就是诺斯洛普为了开发 B-2 而特地建造的莫兰验证机。这个长得像是大白鲸一样的奇葩飞机，可以算是诺斯洛普版本的慵蓝。但这架莫兰并没有采用 F-117 上的几何切面造型，而是引入了大量的弯曲和圆形表面，以偏转雷达波束。当然了，这并不是由于臭鼬工厂的工程师不想这么搞，而是因为在设计慵蓝的时候，计算机模拟技术还没有那么发达，而到了设计莫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足够强大的计算机来计算复杂曲面上的雷达回波了。而且由于没有垂直表面，对低频段的搜索雷达同样能够保持隐身，不会出现 F-117 被萨姆3击坠的问题。从1993年开始， B-2 已经服役了30多年，但时至今日，世界上有能力的各个国家在争相研制具有隐身能力的侦察机和轰炸机的时候，往往都将诺斯洛普的 B-2 作为最重要的参考之一。也正因如此，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许多类似的飞翼设计，让 B-2 这个黑色高级轰炸机显得不是那么奇怪了。看完了不那么奇葩的飞翼飞机，我们来看点更狠的。如果说飞翼爱好者杰克诺斯洛普只是对机身的存在颇有微词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些飞机则是和机翼有仇。前面我们说到，常规飞机的升力主要来自于机翼，而升力是飞机正常飞行所必须的，因此没有机翼的飞机就不能飞行了吗？答案是否定的。美国人还真开发出来了没有机翼的飞机，而且还不止一架。早在1917年，一个美国裁缝罗伊斯克·罗格斯就申请了一个奇怪的飞机专利，它被称为最后的嘲笑，因为当时的许多航空专家在看了这个设计之后，都在嘲笑罗伊这个裁缝的异想天开。虽然这个飞机确实长得十分搞笑，不过事实证明，它只是走在了时代的前面。这种几乎没有机翼的飞机是航空器的另一个极端，它们被称为升力体飞机。与飞翼相比，升力体很少或完全没有传统的机翼。前面我们说到，飞翼是通过消除非升力面，也就是没有升力效应的机身，来最大限度地提高亚音速下的巡航效率，这也是 B-2 等轰炸机超长航程的秘诀。而升力体飞机则是通过优化掉机翼结构，将机身阻力降至最低，以适应亚音速、超音速和高超音速下的飞行。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全世界的航空工程师们都对升力体有着极大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航天领域的发展。一方面，美国正在研发高超音速的侦察机和截击机，例如 SR-71 黑鸟以及黑鸟的变体 YF-12 等。如果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机翼的材料强度不够，附加在机身和机翼上的力就会将飞机撕裂。那么，如果能够优化掉机翼，专注于加固机身结构，就能够避免这一问题。另一方面，60到70年代正是美苏太空竞赛最激烈的时期，对载人航天，尤其是航天飞机的兴趣，直接影响到了对升力体的进一步研究。美国建造了许多升力体飞机来测试这一概念，还建造了几架火箭发射的载入飞行器，并在太平洋上空进行了测试。这一时期最早的升力体飞机是 NASA 开发的 M2F1， 绰号叫飞行浴缸，其中的 M 代表载人， F 则代表飞行。M2F1 是无动力的滑翔机，由当时的 NASA 高速飞行中心，也就是现在的尼尔·阿姆斯特朗飞行研究中心和当地的一家滑翔机公司共同制造完成。NASA 的工程师们用钢管做骨架，
陶化进木胶合板做外壳，再加上几个铝制的尾翼和从塞斯纳小飞机上拆下来的起落架，手工打造了这架奇怪的飞机。M2F1 的首次测试是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干湖床上进行的，它被系在一辆敞篷轿车上进行了地面测试。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当轿车加速到每小时100多公里的时候，这架小飞机就已经机头抬起，急不可耐地想要起飞了。在后续测试中，当牵引速度逐渐上升至每小时180公里的时候， M2F1 就像是风筝一样飞到了6米多的高空，然后在滑翔20秒后降落到地面上。之后 NASA 又用 C-47 运输机将这架飞行浴缸带到3700米的高度放飞，让它自行滑翔返回罗杰斯干湖的地面上。这场滑翔飞行持续了2分钟，着陆过程十分平稳，并没有像许多人猜测的那样像板砖一样砸到地上，验证了升力体设计的可行性，直接促使 NASA 继续发力升力体飞机。接下这个单子的自然是我们的奇葩飞机爱好者诺斯洛普。好吧，现在我们知道诺斯洛普并不是只爱飞翼，可能只要是不正常的飞机他们都挺喜欢的。1966年，诺斯洛普基于 NASA 的研究建造了 HL-10和 M2F2 这2架升力体飞机，都安装了液氧乙醇火箭发动机，以测试飞机的独立飞行能力。其中 HL-10比较成功，一共进行了37次的圆满的测试飞行，并且用它的发动机创下了 1.86 马赫的升力体飞行速度记录。但 M2F2 比较悲催，在1967年的滑翔测试中失空坠毁，这个我们稍后会详细解释。我们先来看看70年代最后的升力体飞机，也就是马丁·玛丽埃塔制造的 X-24。不过它这个 X-24 其实更像是项目代号，而非具体飞机的名称，因为 X-24 有3种变形，一种是最早的 X-24A， 从外观来看 X-24A 呈类低型，看上去又短又肥，带有垂直尾翼，用于风向和俯仰的控制。它一共飞行了28次，也进行了超音速飞行的实验。为什么我们前面说它更像是一个项目代号呢？这是因为到了 X-24B 的时候，这架飞机就变成了3角翼布局。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升力体研究的演化过程。在航天飞机开发计划的早期阶段，仿照 HL-10 形状的升力体是3种最主要方案之一。他们强调的是以机身的曲线设计，最大化的降低空气阻力，但这些方案后来都被否决掉了。这是因为实验证明，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尤其是在航天飞机的设计过程中，很难将圆柱形的油箱适配到这些弯曲的机身里。因此，从那时起，大多数的航天飞机设计都逐渐向3角翼飞行器演化。虽然它们兼具了升力体的许多特征，但已经不是完全的升力体结构了。再往后就是 X-24C， 也就是所谓的洛克希德 L301。在1977年左右，由抽油工厂设计，L301 预计将达到8马赫的速度，并在大气层边缘进行半弹道跳跃滑翔载入，也就是所谓的打水漂式载入，以执行远程任务。不过可惜的是，由于经费紧张，再加上 L301 的设计过于大胆，它仅停留在模型上，没有进一步的开发。还记得前面提了一句的 M2F2 吗？在 M2F2 坠毁后，诺斯洛普吸取经验教训，建造了另一架升力体飞机 M2F3。在复盘 M2F2 坠毁过程时，诺斯洛普的工程师们发现 M2F2 在接近湖床时发生了飞行员引起的震荡。所谓的飞行员引起的震荡，是指由飞行员控制飞机而导致的持续或不可控的震荡。当飞机向一个方向倾斜的时候，飞行员自然而然会向相反方向拉杆，希望对飞机的飞行进行修正。正常情况下，这种操作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有的时候就会发生震荡的情况。每次飞行员拉动操作杆，都会导致飞机的飞行越来越不稳定。在 M2F2 上，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它的机翼。好吧，它没有机翼，它的机身的滚转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这导致飞行员在操纵它的时候必须用最小的力去操作，而且升力体飞机缺乏水平翼面，也就没了正常飞机自动改平回正的能力。当试飞员彼得森试图控制飞机时， M2F2 就开始左右翻滚，他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恢复了飞行，但在起落架完全放下并锁定之前就撞上了湖床。M2F2 的这个意外类似于1974年 YF-16 的第0次飞行。在那次意外的首飞之后， F-16 的开发团队降低了电传操纵计算机的滚转增益，消除了起飞或降落时类似的情况。因此在经过3年的改进和修复后，在 M2F2 基础上重新设计的 M2F3 增加了一个中心翼，以消除飞行员引起的震荡问题。
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升力体结构坚固、空气阻力小，但却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并最终被三角翼设计所取代了。升力体会带来复杂的控制、结构和内部配置问题，而且着陆点附近的天气会极大地影响升力体飞行器的飞行安全。此外，由于缺乏机翼，升力体飞行器需要更长的跑道长度，但问题是，考虑到它主要是给载入式航天器设计的，以航天飞机的净着陆速度来看，世界上大多数机场的跑道长度都是远远不足的。不过，虽然纯粹的升力体并不算是非常好用，但升力体的概念却被许多飞机设计师融入到固定翼飞机里，其中最早的代表就是 F-14和 F-15战斗机。大家可以发现，不论是 F-14还是 F-15，还是后来的 F-22，乃至于隔壁的苏57，都有着一个比较宽的机体，这可不是随便设计的。实际上，他们都将升力体的概念融入到了机身设计当中，从而产生极高的升力效率。1983年夏天，以色列空军派出了 F-15和 A4 天鹰攻击机，在内盖夫沙漠上空进行了一场空战演习。在演习期间，一架 A4 因为计算错误，与擦肩而过的 F-15的翼根猛烈相撞。在 F-15飞行员齐夫内迪维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看见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爆炸产生的火球。通过机载无线电，齐夫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卷入了一场撞击事故。而透过机舱盖，他发现漆黑的燃油正在从机翼喷涌而出。此时的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机翼损坏到什么程度了，但在从危险的尾旋中改出之后，齐夫决定尝试降落在附近的空军基地。直到着陆后，齐夫爬出驾驶舱向后看时，才倒吸一口凉气，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这架 F-15的机翼完全从飞机上脱落，他只用一只机翼就将飞机着陆了。几个月后，受损的 F-15换上了新机翼，并返回队中执行任务。但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的工程师们对这个单翼着陆的故事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根据他们的模拟，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唯一的解释就是 F-15有一个很宽的升力机体，而且开了加力的普惠 F-100发动机实在是太猛了，足以利用机身产生的升力让 F-15平稳着陆。这个单翼着陆 F-15的故事也是电子游戏《黄牌空战0：贝尔卡战争》中主角僚机皮克西的原型。当然了，也有许多战机没有做中央升力体布局，原因也很简单，升力体的升力再高也不如外露的机翼高，升阻特性也不如外露的机翼好，有时候只需要增加一些机翼面积就可以起到升力体类似的效果。在不太看重高速性的现在，升力体设计自然也就可有可无了。翼身融合体机身也称为翼身融合，翼动合一或升力异形机身。顾名思义，翼身融合体机身和机翼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而是平滑的融合在一起。因此，我们可以把翼身融合看成是升力体和飞翼的折中设计。早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飞机设计师就开始探索翼身融合的概念。到了70年代，苏联研制的米格29、美国的 F-16战机均通过边条翼设计吸纳了翼身融合的特点，以获得更好的气动性能。更明显的是，美国的 B-1B 轰炸机和苏联的图160都使用了类似的翼身融合设计，提高了飞行效率。作为一种折中的设计，相比传统的机身机翼设计来说，翼身融合构型能提供更大的内部空间，因此具有相当大的潜力。2023年，美国空军就宣布将在2027年建造并试飞一架翼身融合原型机。因此，许多媒体都猜测，美国空军可能将在未来用翼身融合运输机取代现有的 C5 和 C17， 因为翼身融合设计的运输机可以将飞机的装载区由狭窄的桶状变为宽敞的大堂式布局，机舱装载体积大幅提高，也可以运输更多大尺寸的军用装备，而无需专用的超大尺寸运输机。例如空客这个超级大白鲸就是妥协的产物，还可因此降低1半左右的油耗。最重要的是，后掠机翼和机身的结合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升力体，从而使飞机能携带更大重量的货物起飞。此外，翼身融合体构型的引入可使飞机在飞行时减少 30% 以上阻力，300座以上的大型飞机更是能减少1半的油耗，属实是联航福音了。不过，虽说翼身融合体哪里都好，但在短期内我们应该是不会看到大型的翼身融合飞机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是气动布局设计复杂，由于翼身融合飞机结合了升力体与飞翼的特征，这就意味着它的外形决定了它的飞行特性。而通常情况下，翼身融合飞机翼展尺寸较长，中央机身段尺寸紧凑，导致其抗侧风能力较差，存在安全隐患。而且
即使是抛开安全不谈，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对于乱流肯定不会陌生。而翼身融合飞机抵抗乱流的能力比一般飞机还要弱得多，因此飞机制造商们还要考虑如何保证乘客不会在客舱内乱飞。另外，翼身融合飞机的制造难度也大，由于机体设计存在复杂的曲线和曲面，并要求在制造过程中实现机翼和机身的无缝对接，这就需要高精度的加工设备和先进的制造技术。此外，还必须使用先进的复合材料，以保证飞机部件的性能和使用寿命。另外，由于目前的机场都是为普通飞机设计的，翼身融合飞机由于机身宽大，许多机场设施可能也要相应进行改造，而要把全世界的机场组织起来，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因此，在短期内，我们不太可能看到实用的翼身融合科技。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升力体和飞翼机也没有几个投入使用，但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飞机身上都有着它们的影子。也许这就是庄子在《逍遥游》中所写的“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含义吧。